泽连斯基点赞中国关注乌克兰危机，这位演员的头脑不简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中国网络上，对于泽连斯基这位乌克兰总统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亲西方的犹太人，所以是美国扶持的傀儡；也有很多人拿泽连斯基曾经是演员的身份来说事儿。无非就是证明此人非常肤浅，没有政治智慧。部分网友不赞同泽连斯基，主要是因为他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没有正确的回应普京的战略安全关切，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仅从俄乌冲突爆发的角度来看，泽连斯基并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国家领导人，因为战争正在摧毁乌克兰，而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支持泽连斯基的人也不少，因为作为乌克兰的战时总统，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在追求加入北约的问题上，他甚至没有能力改变，因为这是乌克兰宪法规定的，而且是前任政府留下来的。毫不夸张地说，从乌克兰人的角度来看，泽连斯基的表现还不错，他在国内的支持率也较高。在某些东欧国家的眼中，泽连斯基甚至被称为是反俄英雄，并获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大力支持。就目前而言，泽连斯基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其打舆论战方面，赢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深层次的原因是，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获得了西方大国的认可，看到了削弱俄罗斯的机会。至于有人拿泽连斯基是犹太人身份说事儿，甚至演员出身也成为了他的污点，就有失偏颇了。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是演员出身，他上台执政后的表现总体还不错。如果要客观评价泽连斯基这个人的表现，我们从他对中国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倡议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普京的这个对手真的不简单。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报道，泽连斯基在基辅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会谈后表示，他尚未看到中国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总的来说，中国开始谈论乌克兰发出了一些信号，这是非常好的。对我们来说，所有国家站在我们这边，站在正义的一边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已经谈到了这一点，这已经是第一步了，这很好。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中国到底给出的方案是什么。泽连斯基的意思非常清楚：第一，乌克兰希望中国站在自己一边，但是他们也明白这很不现实。第二，中国能关注乌克兰的和平，说明中国向着主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乌克兰赞同中国的主张。第三，乌克兰会认真研究中国这套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倡议，并且做出回应，甚至想与中国进行会谈。如果总结一下泽连斯基的观点，那么就是面对现实，给出面子，留有余地。也就是说，他明白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不会变的，这符合现在的国际政治现实。他给足了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二强国家的面子，希望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和平解决冲突留下了机会。对于中国提出的12条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建议，泽连斯基说，他认为中国开始讨论俄乌冲突的事实本身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对于中国提出的建议，在他看来值得进一步研究。泽连斯基总结说，我们的目标是凝聚所有的人，孤立一个人。前几天泽连斯基还声称中国不支持俄罗斯，这对于乌克兰而言就够了。他还说，中国明白军援俄罗斯可能导致发生世界大战。很多人因此认为泽连斯基在恐吓和警告中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泽连斯基或许已经认识到中国保持中立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并不想要一场新冷战。考虑到美西方的态度，乌克兰政府大概率不会赞成现在就与俄罗斯展开以中国12条和平倡议为基础的谈判。但是泽连斯基没有硬怼中国，因为他很清楚中国是能够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势的重要一方。一个演员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在面对中国这个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能从赞扬的角度来看问题，说明他的头脑可真的不简单。
就乌克兰整个国家发展的层面看，避免中国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才是最关键的。泽连斯基通过不断的作秀，获得西方国家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也是极为关键的。对于处于战时状态的乌克兰，泽连斯基的表现在乌克兰民众看来算是合格的。人们甚至发现他在尽量利用西方国家，而不是仅仅被西方所利用。看待问题要用辩证的方法，不能只从主观的角度来分析，换位思考，不替乌克兰人表态，更能看出泽连斯基的政治水平。我们只能说，普京的这个对手并不简单。现在的乌克兰相比于8年前的乌克兰已经大不相同，这也预示着俄乌冲突问题的解决将会非常艰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